每天清晨，太阳都会如约升起，仿佛遵循着一套无声却不可动摇的规则。水在100°C沸腾，苹果从树上坠落到地面。这些现象背后是我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的东西。然而，这些规律究竟是什么？是宇宙的指令手册，还是仅仅是我们观察到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人类如何理解这些规律的本质，以及它们是否真的在塑造着宇宙的运转。准备好重新审视你对世界的认知了吗？自然规律是怎么回事？现在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对自然规律的运作方式提出了3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到底哪种说法最靠谱呢？我们所说的自然定律，比如万有引力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等，它们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像交通规则一样人为制定的，还是像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样客观存在的？每天太阳都会准时露面，水烧到100°C就会沸腾，苹果总是往地上掉。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像设定好的一样，同样的条件下，东西的表现总是相同的。想一下，如果太阳每天升起的时间都不一样，或者水沸腾的温度忽高忽低，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混乱。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稳定的规律，我们才能预测未来，制定计划。例如，农民根据季节播种，工程师根据物理定律设计桥梁。这些规律是我们生活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我们都觉得这些规律背后肯定有幕后推手，也就是所谓的自然规律，但我们一般不会深究这些规律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运作的。我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科学不仅告诉我们这些规律是什么，还会解释它们是怎么回事。就算解释得不够透彻，我们也觉得差不多就行了。简单来说，我们觉得科学好像掌握了一套配方，可以解释自然规律是怎么运作的。你只要知道宇宙在某个时刻的状态，包括宇宙所有细节的所有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套用到自然规律上，就能推算出宇宙下一刻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假设，只要掌握了足够的宇宙信息和正确的自然规律，就能预测未来。这有点像玩拼图游戏，只要知道所有的拼图碎片和拼图规则，就能拼出完整的图案。但实际上，自然规律的运作方式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科学对它们解释也远未完善。有人把这种宇宙观称为分层蛋糕模型，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笛卡尔认为宇宙的运行是完全注定的，就像设定好的程序一样。不久之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用数学公式给这个想法增添了强大的说服力。根据牛顿的理论，一个物体此刻受到的引力完全取决于宇宙中所有其他物体此刻的位置。只要知道宇宙现在的状态，再套用万有引力定律，就能推算出所有物体下一步的运动轨迹。这就像一层层叠起来的蛋糕一样，一层决定下一层，所以说是分层蛋糕模型。就像你知道了蛋糕第一层的配料和做法，就能完全预测出第2层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模型中，宇宙的过去完全决定了现在，而现在又完全决定了未来，一切都是注定的。笛卡尔和牛顿的思想对我们理解自然规矩的方式影响太大的，而且这种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的理论帮助统一了物理学的很多领域，比如力学、引力、电磁学等等。这种思想在科学界根深蒂固，而且来头又这么大，以至于很多科学家可能都没意识到自己其实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分层蛋糕模型的这套想法。他们提出的理论不仅解释了很多自然现象，还影响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像分层蛋糕模型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常常认为宇宙的运行是完全注定的，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只要知道初始状态和运行规则，就能预测未来的每一个细节。这种思想在科学界非常流行，以至于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甚至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模型，
而不是唯一的真理。但令人不安的是，现代物理学的很多发现似乎都在跟分层蛋糕模型唱反调。目前这些另类的理论在物理学界还比较小众，但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它们，让更多人了解它们，因为它们对我们理解宇宙的根本问题，宇宙是如何诞生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以及背后是否有某种力量在推动它，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比如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宇宙的加速膨胀等等，都表明宇宙的运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甚至有些时候是随机的，无法完全预测的。这些发现就像是在分层蛋糕上出现了一些裂缝，提醒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宇宙。20世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给分层蛋糕模型带来了第一个巨大的冲击。广义相对论的核心爱因斯坦场方程跟分层蛋糕模型完全不是一个路子，这种差别从数学公式本身就能看出来。分层蛋糕模型的公式是这样：先告诉你变化的原因，再告诉你由此会产生什么变化。举个例子，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公式就是先告诉你物体受到了什么力，再告诉你它会因此产生多大的加速度。但广义相对论却不是这样，它描述的是时空如何因为物质和能量的存在而弯曲，而这种弯曲反过来又影响着物质和能量的运动。这就像一块放在蹦床上的重物，它会使蹦床凹陷下去，而其他物体在这个凹陷的蹦床上运动的轨迹也会因此改变。在这个例子中，时空的弯曲，也就是变化和物质的运动，也就是原因一是相互影响，同时发生的，而不是像分层蛋糕模型那样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实际上，爱因斯坦场方程的大部分解都跟分层蛋糕模型格格不入。面对这种情况，物理学家们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会特意去找那些勉强符合分层蛋糕模型的解，而把那些不符合的解统统打入冷宫，说它们是不物理的，只是数学上的花招，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宇宙，至少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这就像是在拼图游戏时，明明有一块拼图怎么也拼不进去，但我们却硬要把它塞进去，甚至说其他拼图都是错误的。物理学里有很多理论都暗示着未来似乎会反过来影响过去。就拿广义相对论来说，物理学家们那样做只寻找符合分层蛋糕模型的解还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其他情况下，分层蛋糕模型就没那么好使了。比如经典力学里有位叫拉格朗日形式的理论，他认为物体在两个点 A 和 B 之间运动时，总是会选择最省力的路径。这光听起来就有点不对劲了，因为要走最省力的路，就得提前知道终点 B 在哪里才行。这感觉就像是未来在指挥物体过去的运动，有点颠覆我们的常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认为因果关系是线性的，即先有原因后有结果。想象一下，你要从 A 地走到 B 地，如果提前知道 B 地在哪里，你自然会选择一条最短的路，但如果不知道 B 地在哪里，你就只能盲目的走。拉格朗日形式认为，物体在运动时就像是提前知道了终点一样，总是会选择最省力的路径。虽然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神奇的是，我们熟悉的牛顿运动定律其实可以从拉格朗日形式推导出来。正因为如此，科学家们通常还是更倾向于相信牛顿般的解释，认为它才真正反映了世界的本质，毕竟它更符合分层蛋糕模型。而拉格朗日形式则被看作是一种挺有意思，有时候也挺有用的数学工具，但要说它揭示了宇宙的终极奥秘，那就有点言过其实了。牛顿力学和拉格朗日形式都可以用来描述物体的运动，但由于牛顿力学更符合我们对因果关系的直觉，即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因此科学家们通常更倾向于认为牛顿力学更接近真相，而拉格朗日形式则被看作是一种更抽象、更数学化的描述方式，虽然有用，但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根本理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拉格朗日形式不重要，它在物理学的其他领域，例如量子力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拉格朗日形式只是个开胃菜，物理学中还有很多其他理论都暗示着未来似乎会反过来影响过去。诡异的量子力学甚至催生出了一些被称为逆因果模型的理论。像约翰·惠勒和理查德·费曼这样的20世纪物理学大佬还提出过一种经典电磁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未来的电荷会把光信号发射到过去。我并不说这些挑战分层蛋糕模型的理论就一定是正确的，但它们绝对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探索宇宙规律运作方式的新大门已经向我们敞开。在哲学界，纽约大学的教授、哲学家蒂姆·莫德林就是分层蛋糕模型的坚定支持者。他在2007年出版的《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了2个关键的论点：一是自然规律是原装的，没法用其他东西来解释；二是自然规律就像一个程序，根据现在的状态来计算出未来的样子。这里说的原装，意思是说规律是独立存在的，不需要依附于其他任何东西。这些原装的规律并不是像桌子、汽车那样我们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事物，而是像数字一样，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但问题也来了，这些抽象的规律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这个真实世界的呢？比如万有引力定律是如何让苹果掉到地上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也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其实法律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些由国会制定的抽象条文是怎么约束人们的行为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旦我们知道并理解了某项法律，我们就可以选择遵守它，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也有不遵守的自由。同样，有人认为自然规律也是如此，它们是抽象的规则，通过某种方式影响着宇宙的运行。但这个比喻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真的有自由意志吗？关于自由意志，往期也做过几期视频，这里就不展开了。感兴趣的可以到主页搜索观看了。如果宇宙的运行完全由自然规律决定，那么我们的选择是否也是被预先决定的呢？现在有人提出，自然规律其实并不会影响或创造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自然规律和法律不一样，电子可没有不遵守的自由，哪怕这些规律本身就带点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如果说规律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那它们又是怎么命令电子该怎么做的呢？这简直是个谜。为了解释电子是如何遵守规律的，哲学家大卫·刘易斯提出了另一种关于规律的看法。这种看法被称为关于定律的休姆主义，是为了纪念哲学家大卫·休姆。这就像问数学公式是如何让桥梁不倒塌的。数学公式本身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桥梁，而是通过工程师的计算和设计来间接影响桥梁的建造。同样，有人认为自然规律也不是直接命令粒子，而是以某种更微妙的方式影响着宇宙的运行。休谟在他1748年写的《人类理解研究》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关于因果关系的著名难题。他用台球碰撞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当台球 A 撞到原本静止的台球 B 时，我们看到台球 B 动了，于是我们说是台球 A 导致台球 B 移动的，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至少我们知道，因为这2个台球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每次台球 A 撞到台球 B， 台球 B 都会动。但问题是，因果关系到底是怎么把台球 A 的运动和台球 B 的运动变化联系起来的呢？又是什么保证了每次台球 A 撞到台球 B， 台球 B 的反应都一样呢？我们通常认为，如果 A 导致 B 发生，那么每次 A 出现 ，B 就一定会发生。但休谟指出，我们看到的只是 A 和 B 总是同时出现，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 A 导致 B 的过程。我们只是基于过去的经验，习惯性的认为 A 会导致 B。就像台球的例子，我们看到每次台球 A 撞到台球 B， 台球 B 都会动，
但这并不能证明是因果关系在起作用，也许只是碰巧每次都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作为人类，我们无法直接看到这种因果关系是怎么运作的，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台球 A 一直在动，然后台球 B 也跟着动了。关于因果关系，我们能确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刘易斯接受了休谟的这个观点，并把它变成了一个更彻底的结论。我们不仅看不到规律是如何影响物体的，而且规律本身也根本不会影响或创造任何东西。分层蛋糕模型完全是虚构的，相反，自然规律只是在描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就像报纸报道新闻一样，他们只是在记录事实。所以为了突出这个观点的核心，可以把它称为自然规律的报纸模型，这与分层蛋糕模型截然不同。分层蛋糕模型认为规律是原因，宇宙的演化是结果，而报纸模型则认为规律只是对结果的描述，它们本身并没有因果的力量。报纸模型大概是哲学家圈子里最火的自然规律理论了，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它。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非常简单粗暴，不像分层蛋糕模型那样需要解释一些神秘莫测的因果关系，让人摸不着头脑。报纸模型认为，规律只不过是把物体过去发生的事情总结了一下而已。这就像写历史书一样，历史学家只是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不会说这些记录导致了历史的进程。这种简洁性使得报纸模型在哲学界广受欢迎。但是报纸模型也有它自己的漏洞，既然物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那我们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台球 A 撞到台球 B， 台球 B 就一定会动。它完全可以纹丝不动，或者没撞也自己动起来，甚至碎成渣渣，或者直接凭空消失，一切皆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自然规律就得跟着世界上的各种变化不停地改写，就像报纸每天都要更新一样。但事实是，每次台球 A 撞到台球 B， 台球 B 的反应都差不多，规律也一直没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规律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那么为什么未来的事件还会重复过去的模式呢？为什么每次台球 A 撞到台球 B， 台球 B 都会以相同的方式运动呢？报纸模型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这就好比说，报纸只是记录了昨天的天气，但我们并不能根据昨天的报纸来预测今天的天气。但我们知道自然规律是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这说明规律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它们背后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报纸模型的简单粗暴是有代价的，它不得不搬出休谟提出的自然奇性原则来救场。这个原则简单来说就是世界总是按老样子运转，这本身就是一个铁律，不需要任何解释。也就是说，每次台球 A 撞到台球 B， 台球 B 都会以相同的方式运动，就算没有任何东西告诉他要这样做，他也照做不误。刘易斯也重复了休谟的观点，他说，如果大自然对我们好一点，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换句话说，就像分层蛋糕模型一样，报纸模型也默认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但这实际上是把问题又推回去了。为什么自然界总是按相同的规律运行呢？报纸模型对此无法给出解释，只能把它当做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来接受。这就好比说，我们看到每天太阳都从东边升起，于是就假设明天太阳也会从东边升起。但我们并不知道太阳为什么会每天都从东边升起。这种假设虽然在实践中很有用，但在理论上却是不完备的。我们通常也是这么想的，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举个例子，牛顿定律自从被牛顿写下来之后，就一直是那个样子，不管我们把它理解成创造未来，还是仅仅描述世界，它的公式都没变。光看公式本身，我们是看不出它背后到底蕴含着哪一种宇宙观的，至少光靠公式本身是看不出来的，还得结合其他信息才行。这就像看一幅画，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而画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哪种解读是正确的。
所有的科学定律，包括告诉我们根据现在就能推算未来的牛顿定律，其实都能用报纸模型来解释。你可能会问，既然报纸模型说规律只是记录，那它怎么能兼容看起来像是原因决定结果的分层蛋糕模型呢？答案是，牛顿定律只是在牛顿物理学的框架下对世界做出的最简洁、最有用的描述。它在简单性和信息量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描述行星的运动。这就好比说，我可以为这篇文章配英语、日语、韩语等等。虽然语言不同，但文章的核心内容并没有改变。牛顿定律只是用一种数学化的语言，简洁地描述了物体运动的规律，而报纸模型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认为这些规律只是对过去事件的总结。重要的是，这两种视角并不矛盾，它们可以并存，甚至可以相互补充。打个比方，你可以创建一个超长的表格，把每个时刻行星的具体位置都记录下来，这样当然信息量很大，甚至比牛顿定律包含的信息还多，但它实在太复杂了，用起来很不方便。而牛顿定律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在简洁和有用之间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用最简单的公式就概括了行星运动的所有规律。就像地图一样，一张包含所有街道和建筑物的详细地图固然信息量很大，但用起来却很不方便，而一张只显示主要道路和地标的简略地图则更实用。牛顿定律就像是一张简略的地图，它虽然没有包含所有细节，但却足以让我们理解和预测行星的运动。这种简洁性是牛顿定律的伟大之处，也是它在科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并非所有科学定律都符合分层蛋糕模型这个模型要求。过去创造现在，现在创造未来。为了让这个说法站得住脚，莫德林又加了一条，他认为时间是独立于任何规律而存在的，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但要使这种线性关系成立，就必须有一个独立于任何规律的时间流作为背景，否则如果时间本身也受到规律的约束，那么因果关系就可能变得混乱。但在物理学界和哲学界，原始时间流这种想法争议很大，有些物理定律就跟它合不来。比如量子力学里那些未来决定过去的逆因果模型，就明显和分层蛋糕模型以及原始时间流的观念水火不容。还有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它也和分层蛋糕模型格格不入，因为它否定了牛顿力学中绝对的同时性这个概念。量子力学中的逆因果模型认为未来可以影响过去，这显然与时间单向流动的观念相悖。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则告诉我们，同时发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对于不同的观察者来说，两个事件是否同时发生可能是不同的，这就动摇了牛顿力学中绝对时间的基础，也使得分层蛋糕模型难以成立。为了打破分层蛋糕模型的局限，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哲学家埃迪·高克明陈、罗格斯大学的数学家谢尔登·戈尔茨坦，还有查普曼大学的哲学家艾米丽·阿德拉姆一起提出了一个新想法。他们认为，规律虽然是原装的，但它们的作用仅仅是给世界的运行划定一个框架，限制哪些事情可以发生。我们把这种关于规律的看法称为树生因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既不需要过去创造未来这种生产的概念，也不需要时间像河流一样流淌这种时间流的概念。规律的作用就是约束世界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能量守恒定律就像一件束生衣，它限制着任何物理过程中能量的总量都不能改变。在这个模型里，时间不再像一条河流一样流动，而只是一个舞台，规律则在这个舞台上划定了界限。这个模型避免了分层蛋糕模型中关于因果关系和时间流的难题。这样一来，树生因模型就巧妙地结合了报纸模型的通用性和分层蛋糕模型的稳定性。它既像报纸模型一样可以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又像分层蛋糕模型一样能够解释为什么世界总是按规律运转。更重要的是，
数声音模型还为逆因果律和狭义相对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论基础，因为他认为规律是原装的，他们通过划定界限来管理世界。但是数声音模型也遇到了和分层蛋糕模型类似的难题。分层蛋糕模型解释不了规律是怎么创造出新的状态的，而数声音模型也说不清规律是怎么约束世界运行的。归根结底，这些抽象的规律好像还是得抓住现实世界才能告诉物体该怎么做。但规律究竟是怎么抓住现实世界的呢？看来我们需要一种形而上学的胶水，才能把我们这个世界的稳定运行给站起来。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种关于自然规律的理论来说都非常重要。分层蛋糕模型乍一听很有道理，过去决定现在嘛，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它要求规律能够影响时空中的物体，而规律本身却又不在时空之中，这就有点说不清了。这就好比说，我们看到一个木偶在舞台上表演，我们知道是幕后的人在操纵它，但如果我们看不到幕后的人，就很难理解木偶是如何动起来的。同样，我们看到的自然规律在操纵着宇宙的运行，但我们却看不到规律是如何操纵的。因为分层蛋糕模型太死板了，没法解释像逆因果律和广义相对论这样的理论，所以才有了数声一模型。数声一模型确实能更好地容纳这些新理论，但它也和分层蛋糕模型一样，没能解决那个根本性的难题。而报纸模型则试图完全摆脱这些形而上学的包袱，这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方向。说了这么多，到底哪种关于规律的理论最能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规律呢？如果报纸模型是对的，那太阳每天都升起，或者水烧到100°C就会沸腾，就都成了一连串的巧合了。因为他认为并没有什么幕后力量在约束物体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报纸模型实在没什么说服力，没法解释这些稳定的规律。分层蛋糕模型和数声音模型在这方面就做得好一些。数声音模型的优点是它足够灵活，可以容纳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规律，比如描述逆因果关系的那些规律。但这种灵活也成了一种缺点，数声音模型太灵活了，以至于什么规律都能往里套。这就好比说，我们想用一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苹果会掉到地上，如果用报纸模型来解释，就只能说苹果掉到地上只是一个巧合，每天都发生而已，这显然无法令人信服。而数声一模型虽然可以解释苹果为什么不会飞到月球上去，但它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苹果一定是往下掉，而不是往其他方向掉。关于自然规律真正有趣的地方，并不在于它们限制了哪些可能性，而在于它们是如何进行限制的。虽然对此还有争议，但总的来说，分层蛋糕模型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最好，用它来解释台球的运动就非常有效。当然，有些情况下，例如逆因果关系，这个模型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解释不了规律是如何创造未来的。但也许我们不必急着去寻找一个万能的新模型，而是可以继续沿用分层蛋糕模型的基本框架，然后针对那些它解释不了的特殊情况，单独定制一套解释方案。与其推翻整个分层蛋糕模型，不如保留其基本框架，并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补充和修正。这就好比说，我们用牛顿力学来解释日常生活中物体的运动就足够了，但在解释高速运动或强引力场中的物体运动时，就需要用到相对论。这并不是说牛顿力学是错误的，而是说它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近似。但这种到处打补丁的行为，最后只会让这些理论变得越来越臃肿。